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塔式的花头分析一下。它这是我们把它画成一个这样的形状啊，接近一个椭圆形，上面一部分，中间和下面，这是1、2、3。那么第一部分有些什么特征呢？这上面的这个颜色，它的花瓣整个是比较虚的，而且颜色呢，你看这里比这里比，它相对说是比较浅的啊。然后整个这上面这些花瓣呢，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小。那么第二部分就中间这一部分，它的这个花瓣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，就像一个球体，所以它这个应该是，就是它的物体啊，应该是实，颜色呢应该是这个比较深了，就是比上面要深一些，在中间这一段。花瓣的话，相对于下面这个来说，它要小一点，但是小中呢又有大，就像这些虽然小中又配一些大的，好大小。上面这个也是啊，有小的也有大的，所以它小的为主，适当的加一些大的组合一下。第三部分就是下面这种，这个深的底色的，最下面这一部分。那么它这些呢，应该是也是物象是比较实的，然后颜色当然也是深的啦。花瓣最下面这一块的花瓣，那肯定是大的为主，有大，但是大的当中呢又会穿插一些稍微小一点的，所以任何时候它都有这个大小疏密的这种对比。然后所以说颜色，首先这个地方的它的底色是，包括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的底色都是，这里的底色和这里底色都是用太白。我用的是这个地方是三绿，这个地方三绿三青都可以。然后第二部分它的底色跟上面一样，然后这个颜色的话，它就是以这个我画的是牡丹红为主，你也可以画玫瑰红、牡丹红或者玫瑰红都可以。那么这个我画的是牡丹红，这上面用的是太白加三绿，加了一点点牡丹红。最下面这个地方呢，它的底色是加了太白，加了这个胭脂进来，让它深一点啊，就这个地方加了胭脂，其他的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花瓣，最上面一层就是用这个三绿，三绿加太白，这个底色啊，调成牛奶状的，然后刮掉多余的。笔尖我们这里开始调的是牡丹红，就调点牡丹红，一点点曙红就可以了。这上面这个呢，可以第一层的话就直接这样拉，往上斜着拉，或者往这边拉一下，好，这样。你可以直接按啊，这个颜色它比较虚一点啊，当然有大小有长短，就这上面的颜色可以这样按啊，红色多一点它就偏红一点，最长短的搭配就这上面这个颜色，虚的地方呢可以这样反过来
直接加3律，反过来可以这样画也可以，这是后面的层次，就虚的地方。好，上面的颜色也可以这样点，点点点啊，这样。当然注意这个小大小的变化，小的然后再大的啊，这种对比一下。好，那么这就是上面的这个花瓣，中间的这个花瓣就大一点，稍微大一点，比第一层的啊。我刚加了底色，再加牡丹红，再加点曙红。第一层，然后第二层呢，就是这些地方，推一下一笔，然后这一笔小一点，然后这笔可以大一点。好，那么这就是3笔，可以往这个方向推。1、2、3啊，这个边线这里不能对齐了，要是这样一个弯弯的形状。朝右边的一样的，那如果是我们先按中间的啊，中间的推一下，这边小一点，然后这边可以再大一点啊。这个边线就是要不整齐，这里面要有个弧度，那么这样的形状才是牡丹它的外形。就这些花瓣啊，包括这个稍微大，不过颜色的时候，笔肚吸了那个底色，笔尖调出颜色渐变，朝右边。朝上面也是一样的啊，比如说正面的圆润一点，然后这边往这边推一下，这个推个小一点的，好，这个朝上的，朝右，同样的推出这种变化出来。接下来这个侧面的怎么画？比如说这个地方，这边的话它就是将侧瓣由轻到重，再提起来，再重，再提起来，拉一点就出来了。侧面的有大有小，可以斜一点拉，拉一个尾巴按下去，提起来，再按下去，再提起来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分成3个动作，中间一笔，这个拉一笔，然后这边再加一笔也可以啊，3笔，这个小一点，3笔形成一个瓣。反过来这边一样的呢，可以一笔大的，然后再拉一个尾巴。这边再加一笔小的，如果连起来的话，就是尾巴由按下去，再按下去，然后再拉一个尾巴就可以了。可以变得细长一点，由轻细一点，然后再重一点，再拉一下尾巴，3笔。变点尾巴按下去，提起来，再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这边拖一点啊。方向一样的，如果是对面的话呢？轻到重，再提起来，再重，再到轻，这一样的啊，不同方向。有时候这些地方一些小的花瓣的话，譬如说这些小的啊，那就是点就可以了。譬如说点一下，点一下啊，这就是一些碎的花瓣，就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。有大的有小的，就这样点一下，它就有一些碎的花瓣。那么第2层当中就是这种啊，中间的、左右两边的，在这里。好，第3层这个是3律加胭脂，所以它调成有点偏红的这个灰，就是这个地方的颜色，我们要深一点，它才能画出变化。好，稀一点，刮掉多余的水分。然后调的话，这第一个部分是牡丹红，要调到躺下来，调到笔肚的2/3，笔尖这里来点胭脂，这个要更深一点。这个啊，像第一个方法就可以滚，按住之后滚滚啊，这样滚动。那你可以从大到小，这边可以继续滚过去，滚，好，当然这水分比较少了。那么这边线这个地方就是要有这种起伏的变化啊，这个水分比较少了，要稍稍有一点。不干不湿。那第2种方法我们就直接用点了，调成颜色渐变。第2种你就直接点吧，可以一直点过去啊，这种点过来也可以。那么点多了它就变成一个面，这也是一个大的花瓣。但我这个笔比较小啊，如果用大笔的话，它就有这种变化。
所以这个外形这里要有一些这样的起伏不同的变化，不能够是一个这边边，也就是说这些外形不能够对齐啊，不要太对齐了，要有点圆润。好，我们换一支大笔来画一下，这更清楚一点，刮一下，调出牡丹红的渐变，调到笔肚的2/3以上，调多一点啊，2/3以上，然后再调胭脂，笔尖深一点啊。这里还可以来笔这样的，可以这样画，由轻到重按下来，然后再提起来，弯弯，然后在这里一笔推上去，好，两笔形成一片，由轻到重按下来，提起来一点点，然后再往这里有一点点弯弯，然后再斜着这里推上去，好，这个地方留一点点空就可以了，最好一笔完成。大的花瓣还有一个方法，可以直接用抖笔的方法，这样抖抖抖，然后一边抖一边这样动，这样更好，这样连纹理都能画出来。这种方法比较难啊。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，你看，一边走一边走一边推，一边走一边推，提按提按，一边走一边推。这个时候可以把纹理都表现出来。好，如果是这种方法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纹理都可以表现出来啊。这种是我的一个独创的方法。整个再看一下啊，怎么抖的？按下去之后呢，按下去往前，这里有一个往前推的过程，推啊，这样当然是比较难啊。这个纹理花瓣的纹理都可以表现出来，推，这样啊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往前面推，往前面推。好，你看这些纹理都可以表现出来。当然这种的话呢，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有时候这些尖尖这个地方容易出现这个锯齿状啊，这个地方，所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到后面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锯齿状不能够太明显，不然的话它就像一个锯子一样。好，再放大一下给大家看看啊，放大一下，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大家可以截屏。放大一点。当然，这种抖笔的话，大家后面也可以再练啊。开始的话，这个比较难，我们用这种传统一点的方法。这种抖笔的话是比较难控制的。它的好处就是连花瓣的纹理都可以清晰的表现出来。好，这是一张完整的图。我们同学们先看这些颜色，练花瓣。接着等一下直接练习这个花瓣啊，这个花头的组合。啊，先练花瓣，然后再练花头的组合。啊，这个颜色稍微有点偏绿啊，这边的后面的因为颜色淡一点，偏红一点。好，首先调好底色，用这个太白加3绿调成牛奶状，这个时候有点浓啊，调淡一点。好，调成这个牛奶状，放到边边，淡淡的一层，把笔蘸满，然后呢要刮，调匀，刮掉多余的水分。刮了之后，这个笔是甩不出水的啊。
先留一点空白，适当拉长一点。这个时候，你看这个水分都没流动的，调了之后，所以水分很重要，不能太干，又不能太湿啊，太干化不动，太湿了就到处流。这边再加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由轻到重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，再拉一个尾巴。由轻到重，再轻再重，再拉一个尾巴出来啊。这边再加一个小的，有大有小，哎，有大小的这种穿插才漂亮。加一个深一点的，注意我们是刚好在这穿插的地方，比一点啊。那个反半加一点，朝换一个方向，又是一个反半啊！注意大小的变化。
慢慢的把这些加出来。继续包起来。加点缺口，在这个地方吸一点点，不要太多啊。刚刚调好的底色，然后继续调出。顺着慢慢去调，这个地方太整齐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加一个长一点的，让它有一个对比的变化，这样的话就凸出来了，千万不要太整齐。这边也是，整齐的时候我们给它加后面一个半，让它后面再加一个半啊。调整一下，加一个小一点的半。
好，这上面的底色是胭脂加山芋，调深一点，刮掉多余的水分，要稍微干一点。下面同样是调牡丹红，调到2/3以上的位置，笔尖调点曙红，再来点胭脂。这下面上2个太平均了啊，所以我觉得把这边这个再加长一点，可以拖动一下。有长有短在外面，好，打破这个对称，这样才比较优美一点。这边再加一笔，可以了。笔尖的话，就用这个直接加胭脂，调出胭脂的渐变。这个画蕊的部分，注意调出渐变啊。切一下，根据它的纹理。这个太平了啊，要加一些变化。画蕊的直接用山芋，干一点的啊，不要那么浓啊，就是要干一点，不能那么稀。它这个地方接近一个5边形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中间稍微大一点啊，但是它也不是正的，稍微有点斜。画好之后用胭脂，中间这些分割的地方给它勾一下。OK， 好，2/3的藤黄，加2/3的太白，加1/3的藤黄，稍稍干一点，把这个刮干一点，刮尖一点。我们用来点这个是雄蕊，有点朝中间，由重到轻也可以，根据它的形态。前面有点遮挡关系，这里由轻到重也可以，一组一组的画。边线不用太整齐，偶尔可以跳出几个。
下面的蕊丝这里画细一点。OK。